已经开始了吗？Hello Hello， 是不是太远了？稍等一下，先让我把这个耳机给戴上。就是被压住了。大家花了2分钟的时间在这看我戴耳机，那就先这样吧。我来了 ，Hello， 那我开始喽，3、2、1，直播宠粉一起嗨，爱豆周五在 YY 大明星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刘俊，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惹，有点激动，就是很久没有就是看到大家，然后第一次公开跟大家见面了，这算是。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吗？你们中途千万不能离开哦，有重要的抽奖环节，我跟你们说，你们中途离开的话就要错过了。然后，但是这个环节什么时候来呢？就是看我什么时候心情好。不要这个眼镜，眼镜在哪？没有眼镜出现吧？最近就是也在悄咪咪的准备自己的一些个人作品吧，之后你们就都能看到了。你可以多问我一些问题，然后我可以趁这个时候回答你们，不然这个空档时间过去了，你们就没时间问了。刚刚才吃完晚饭，10分钟前赶紧扒了几口，然后就下来了。微博名字为什么后面有个 O？ 就是因为刘俊嘛，然后俊的英文是 June， 然后后面加一个 O 的话就是 Juno 的意思，所以就加了一个 O。发色，其实我的发色就是之前上一次染的是那个紫色嘛，然后紫色，然后它就一直洗，然后就慢慢的掉成了现在这一个颜色。但是也还可以啦，也还挺好看的，所以就一直没换。超话什么时候搬？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要怎么搬超话，你们教我吧。哦，你们刷的好快，我得一目十行，我才能看得到你们问我什么问题。进来吃的还行吧，就是挺好的，但是就是我会有那种习惯，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就也不多想了，就是点开外卖第一个麦当劳、肯德基。好了，其实我来，然后也有准备了一些才艺表演，然后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的表演吧，你们就是当成是就是不要太严肃了，就是让大家放松一点，好不好？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带来第一个表演喽。The first one， 好久不见。
I was drunk, I was gone. Tha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She said, bo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creeping around on me while you're calling me baby.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acting so shady, I've been feeling it lately, baby.好了，我要重新戴一下耳机。好了，刚跳完有点喘。之前他们其他人的开场也都是跳舞吗？刚跳完需要一些时间平复一下呼吸。怎么样？应该很久没有看到我跳舞了。而且这一首歌上一次跳也是很久以前了。所以选了这一首《How Long》，因为感觉就是很久没有见到大家了，所以就是第一首歌想跳这样一首吧。好像感觉好像蛮多人还挺喜欢这一支舞的。有多少个才艺表演？还有吗？好像没有了吧。我好坏，我可能是最乖的那个。女团舞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看女团舞？我觉得我女团舞真的跳的太多了。刘小兔，我看到谁又说到了刘小兔。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吧。我们下面有一个环节，其实叫你猜猜，这是真心话大冒险了。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环节。我们要第一个问题咯。真心话，对于别人把你称为舞蹈教科书有什么想法？其实对于这个称呼，其实我没有特别大的想法呀。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肯定吧，因为说实话，我跳舞跳了很多年，10多年了，就是感觉自己，没办法把每一支舞蹈都做到像教科书一样的存在的话，就会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对不起这10多年以来一直在努力的那个自己，所以就是感觉是一种肯定，然后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好，非常认真且严肃的一个问题。下一个，俊俊的武艺和语言能力也很强，这些都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武术其实我从
从小7岁开始学，然后其实很多人就会问我，哎，你为什么那么小会想要学武术这样一个东西，是什么样一个契机？然后其实之前我也有说过，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当时就是我妈妈就是带我去看了一个武术的表演，然后当时她其实就想让我学，然后但是就是因为当时还小，就觉得好累啊，好难啊。然后但是当时就是上车之后，就妈妈就问我，哎，你想不想学？如果你学的话，那待会就请你吃八宝冰。八宝冰的话，就是一个在马来西亚的一个甜品，就是冰沙，然后冰冰凉凉的，然后上面有很多像凉粉啊、红豆啊，就是反正就是甜甜的。然后就当时就心想，哎，我想吃，然后就答应了。然后一学就学到现在10多年，对。然后语言的话，其实从小吧也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话，你从小上学你就必须是学3种语言，就是马来西亚语，然后我的母语是中文，然后还有英文，就是都是必学必修的。对，你们呢？你们应该我感觉就是在国内其实也是蛮多人会很多种语言的，说实话，所以我就一直也觉得，其实还想再多学一些，就是觉得学习语言是一件挺好玩的一件事情，感觉。好，下一个话题。兼顾那么多技能，会觉得很辛苦吗？还有没有其他隐藏技能呢？我怎么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兼顾很多技能这件事情不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就是也不会觉得累，但是会觉得开心吧，就会觉得很有成就，会很有成就感。然后其实说实话，我进来也还在想，就是我还想再多学一些别的技能。这是什么技能呢？当然不能告诉你们。还有没有其他隐藏技能？隐藏技能，说实话，我感觉我的技能其实一点都不隐藏了，对大家来说，除非唱歌唱得好算吗？或者是兔子。你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兔子撒娇什么的，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啦，也不是只有我，我也不常做这件事情。好，下一个吧。最近最想做的3件事有什么？其实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最近想做的3件事情，第一件肯定是就是想上舞台，这肯定是心中最想做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之前我有说过，就是如果说自己有能力了之后，想要做很多很多的公益，所以第2件事情就是公益。第3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就是那种突然就消失的旅行，就是谁也联系不上你的那一种，然后突然你就消失掉了，然后回来就是一身轻的那种感觉。对，你们呢？就是如果给你们选，你们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都在说不可以。好了，下一个问题吧。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是怎么克服这个困难的呢？学习舞蹈的过程，其实说实话，从小开始学舞蹈，就是到现在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困难的一些地方。然后，但是就是因为我从小是开始学武术，然后民族现代舞，然后同时开始学，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会有遇到一点点这样的问题。就打个比方，就是今天可能某一个舞种就是练到一定的程度，我感觉好像是你的瓶颈了，就是我已经没办法继续往下进步，就感觉上每天练好像都是一样的时候，然后当下我就会把自己投入到另一个舞种去，
就是好像我现在舞蹈可能到一个瓶颈了。那好，那接下来我就猛练武术，然后猛练之后回来，你会发觉你舞蹈，哎，你之前就是一直钻在牛角尖的那个问题，它突然自己就通了。对，我之前就是很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就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情况，你们可以试一试这样子，说实话。然后下一个问题吧，平时编舞的灵感都是从哪里来？我感觉这个其实回答了很多遍。编舞的灵感其实，第一个肯定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看电影啊、电视剧，甚至是一些综艺节目，然后就是它其实会有给到你很多能量，然后你会在那些能量里面就是吸取了之后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吧，这就是灵感。然后那个能量就是用在哪呢？就是用在自己的想象空间，在整个想象空间里面，然后肆意的畅想，然后就会有那个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编舞。对，你们也可以自己尝试编一编啊，就以后我可能可以就是尝试让你们就是我公布一首歌，然后看你们大家就是编的，哎，可能每个人编出来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不一样，感觉应该蛮有意思的。我看到有人说救命。好，下一个问题，觉得自己这些年来成长最多的地方是什么？我自己感觉是开始会学会让自己放慢脚步吧。对，因为其实我近来听的一首歌，就是那个 Underground 这一首歌，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挺好的，就是我可能一直以来就是很努力的，然后拼尽全力去往自己的梦想跟目标，然后去奔跑，然后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回过头你在想，其实有的时候真正对你来说重要的，它可能不是一个结果、一个结局跟那个终点，可能是中途陪你在走的一些人事物或者是一些风景。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抬头仰望着看天空，可能看着看着脖子也酸了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该看一看自己其实走到哪了，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觉得呢？好，那么下一个问题吧，请用一句歌词来形容自己。一句歌词，就是被抓到了。pass 什么都没发现，请用一句歌词来形容自己。我可能会选那个，看你们能不能猜出这一首歌。那个你啊，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什么蒲公英的约定？不是。有人知道歌名什么歌名吗？有人猜出来了，但是没有奖励哦。好了，下一个吧。大冒险来了。说了那么多的真心话，要来大冒险了。给任意一位朋友电话，让他说出跳舞即可限时5分钟。就是只要就是给他打电话，然后说出跳舞一个字是吧？跳舞这个词。好，你们猜一猜我要打给谁？手机来了。他如果不接我电话的话，我该怎么办呢？紧张。
好了，他没接的话，我要摔手机了。喂，你在干嘛？在输液，在什么？在输液，在输液？对。你好吧，我就只是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在输液的？你不问一下，输液。输液还能输什么液？对啊，那我才能说书想你的液。哎呦，你好土哦！好了，你在输这个想你的液的中途，我问个电话，不问个电话什么？问个问题。你问。嗯，就是你进来没有上那个 dance 课了吗？最近没有上舞蹈课吗？不是舞蹈啦，但是哈，有上课啊，最近有上课啊。那什么课？这那个 dance 的中文怎么说来着？我有点忘了。dancer 中文啊，中文就是舞蹈啊，不是吗？这是名词吧？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难到我了，就是他要那个 dance 的动词。dancer 的动词是什么？对啊，就是dancer 的动词是什么？就是我也知道舞蹈，但舞蹈不是名词吗？就有点难这个问题。跳舞啊，动词啊，有跳吗？对吧？原来是跳舞！哎呀，我现在才想到，早知道我就不打给你了。是吧？对啊。是跳舞吧？好了，你可以继续输你的液了。没了，没了，就这。没有了，就是要让你说出跳舞这一个词而已。啊。好了，好吧，你是不是在直播啊？对了，我在直播，你不要打个招呼。啊。你要说一下你是谁，我还没说你是谁耶。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苏兄伦啊。然后很开心接到这个电话，然后我最近有一部新剧呢，刚好是播了啊，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不能浪费每一个机会，你知道吗？你们是不是很想枪毙他？太吵了你，好了，我要挂了。你已经宣传完了吧？我挂了。好，拜拜。你继续说你想你的夜吧。我在找你吃饭。好，你快出来。好。好。拜拜。拜拜。太吵了。所以你们都知道他是谁了吗？对了，就是苏勋伦，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刚刚有超过5分钟吗？没有吧。好了，不管有没有，我觉得没有。下一个任务吧，下一个冒险。用桌前摆放的水果编一段手势舞蹈，并暗示出自己最想吃的哪一个。那我是不是要把就是这个桌上的水果一个一个的让你们看，然后让你们猜我，就是我待会就是做几个动作，你们要猜我暗示的是哪一个水果，好不好？第一个水果。第二个水果。第3个水果。第4个。第5个。我像在卖水果的。等一下，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哎。这是什么？它不是西瓜吧？它长得很不像西瓜，有那么小的西瓜吗？这是什么东西？
最后一个，你们看得出来它是什么吗？就这个灯光，我怎么感觉照出来好像不太一样？啊，对，好，所以在以上的水果之中，然后我做3个动作，然后你们要猜是哪一个水果哦。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猜到了吗？有人猜到了吗？第3个动作，我发觉这个答案就是很两极化，就是有的人已经猜到了，然后有的人就是疯狂问号。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是这个答案吗？这第一个动作，好，我公布了，是他。我还说就是3个动作，第一个就是迷，这是个谜哦。第二个是 hold back， 第3个动作比较好猜，逃，这也是猕猴桃。好了，很简单吧？这个应该。谁说要走了不能走？走了你就没有，就错过了抽奖环节哦。那我就在这个时候就是问一个问题，然后抽奖。刚我看到有人走了，就是我要让他后悔。好，我问的问题就是，今天我来直播的时候，我身上有多少条链子？然后待会我会说就是3、2、1截屏，然后就是看就是能不能是要3、2、1截屏吗？还是说老师会自己截？好，直播小助手上线，对。然后刚刚小俊提的是带了多少条链子，对吗？对，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今天来直播的时候，身上一共带了多少条链子？好，公屏的粉丝可以快速回答这个问题了。等一下，小俊喊一下3、2、1，我这边会进行一个停屏截取。好。然后送出一个小俊的签名周边。我开始了，想好你的答案喽。可能事实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哦。对，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哦。对，等一下小俊可以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再来进行一个停屏截取。对。哈？就是我先公布正确答案再截吗？那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了？对，你先公布，你公布的那一刻我就禁止大家打字。好，今天我一共带了多少条链子来直播呢？答案是2条。3、2、1，截止。好，对，我这边已经截取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了。好，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所有的中奖粉丝名单明天都会公布在小俊的 YY 动态里，大家一定要记得回来了。对，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俊。好，恭喜恭喜！你们要感谢那个说走了的那个人，不然的话你们可能没有这个机会抽到这个奖。一定要告诉他哦。好，那么进行下一个环节吧。下一个环节是一个看关键词，然后猜。哦，不是，就是会给我一个关键词，然后每一个关键词我要就是哼3首歌，然后可能1到2句歌词就可以了，就是可以是歌名，也可以是歌词的意思。你们也可以跟着一起猜，因为我不一定能猜对，然后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忙。然后就是这一共有2轮，是吧？就是
好，就是它一共有2轮，然后第一轮的时候是有已经固定的关键词，然后第2轮是要就是你们要在这个聊天的这个群里面说关键词，然后我在里面挑选3个，然后就是这是一个挑战，如果说所有都挑战成功的话，那我就会有成功的奖励。然后如果说失败的话呢，就是失败的奖励。就是分别就是一个是帅气的3连拍，跟一个就是搞怪的3连拍了。就是我感觉听上去对你们来说都是奖励。好，我们开始第一个关键词好不好？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我就开始了。你们要说准备好了，我在等你们说，你们还在哈哈哈哈。好了，他们准备好了，那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吧。哦，蝴蝶。让我想想，一首那个。你是火，你是河，你是绝望的梦，破碎的眼尾蝶，有着最后的美梦。是吧？这个有一个了，对，有一个了。第2个我想到那个什么，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大家知道这首歌吗？好，还有第3首是那个，完了，我忘了那个歌词，你们还有吗？快救一救我！快把那个歌词打在那个公屏上。无与伦比的美丽有吗？天上风筝在天上飞。没有吧？你骗我！我是在想那个，王力宏老师是不是有一首歌？我记得也有蝴蝶。那一首歌怎么唱来着？什么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这是什么歌？我怎么没听过？这里算回答正确吗？就是有你们的帮忙。好了，所以第3个答案就是你们回答的，酒醉的蝴蝶。回去让我听一听，这是什么歌？好吧，我们第2个关键词，蓝色 ，blue。让我想想，好像那个蓝蓝的天空，银河里。好，你们想到那个电视剧了吗？迷雾剧场。好了，有一个蓝蓝的天，所以它算蓝色吧，因为那个天是蓝色的，是不是？我觉得是。第2个，蓝色的思念，我这首歌好久了，仿佛回到小时候，回到童年。好了，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帮我回答。什么？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什么？pass。
是你们回答的什么？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蓝精灵，蓝精灵不算吧？那个不是一首歌名哎。好了，不管，已经算成功了，三个答案。下一个吧。跳舞，啊、你要跳舞吗？这是一个跳舞了。第二个，我想到那个，亲爱的梵谷，多孤独，带着我跳舞到结束。你们知道这一首歌吗？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好了，很多人没听过，你们听歌识曲吧，你们去回播这一段，看能不能识别出来。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只能怪我了。好，第三首歌，我之前编过的一个作品，它虽然没有提到跳舞，但是它整首歌其实就是一个舞蹈。你们猜是哪个作品？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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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你都猜到了，不错，可以。那个作品真的是挺好玩的，就是当时在拍那个作品跳那一支舞的时候，就每一次感觉都像在玩一样，就真的是在跳一个圆舞曲。在自己的那个畅想空间里面疯狂的跳。好吧，那第一轮其实已经结束了，第二轮就是要开始你们给那个关键词，然后我在里面挑选，然后我们一起就是每一个关键词要给到3首歌。来吧，第一个关键词。啊，太难了，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行，我选择忽略掉这一个词。怎么都是这个词？等一下，慢一点，让我从里面挑一个出来。眼睛吧，眼睛。你是我的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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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第二个眼，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还有第三个，我看到答案了，谢谢。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这首歌也真的是好童年哦。好吧，第二个关键词。大海吧，我刚刚看到了大海。让我想想，大海，听海哭的声音，感觉大家应该都是第一首会想到这一个。还有什么大海？大鱼海棠有吗？大海？不要因为它叫大鱼海棠就觉得有。沧海一声笑。
痛可以承受。啊，我这个不太标准的粤语。还有什么关于大海的？海阔天空我不会唱。哦，珊瑚海，爱深埋珊瑚海，可以。好了，第3个关键词，最后一个关键词了。我好晕倒了。约定吧，就是约定。好了，第一个就是那个蒲公英的约定，那个一起长大的约定。好，还有什么约定？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好了，还差一首。还有什么约定呢？就是歌词意思就是那个，他虽然没有提到约定，但我觉得他意思就是约定，就是那个说好的幸福呢，就是说好的幸福呢，就是我们说好的怎么都没有了，不就是约定吗？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好了，所以就所有的都回答成功了。那就是恭喜你们恭喜我们挑战成功，然后可以获得我帅气的3连拍。好，所以我就要用自己的手机自拍一下吗？可以给我微笑。好。这会逆光。万能的剪刀手，让我来给你们看看，剪刀手3连拍。刀手3连拍已完成。就是我感觉就是剪刀手吧，就是你每次自拍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角度好像有点尴尬，这个姿势好像有点尴尬的时候，然后你再带上一个剪刀手，就是好像一切都不那么尴尬。然后就是这个照片会发在就是 YY 动态里面啊，所以你们明天记得要来这个 YY 动态里，然后查看，这是你们的奖励哦，明天一定要查看，不然的话就错过了。好的，然后接下来下一个环节就是偶像课堂。这是我要教你们的东西嘛。那但是就是我可能需要一个黑，是老师可以给我一下黑板。我要教课啦，但不是教舞蹈。看得见吗？好像有点逆光，可能看不太见。这样应该好像还可以。好了，就是
第一个肌肤美白保养课，就是这个其实说实话让我教我也感到很惊讶，就是我也还在学习中。但是呢，说实话，就是我自己本身啊，就是要怎么保养肌肤，就是我自己会觉得，第一个肯定就是生活作息，因为其实我们很常生活作息不规律，然后当不规律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就是皮肤状态就会不太好，就是能够明显的察觉到。所以，但是当你如果说一直保持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的话，就是皮肤就真的是会比较好。但是这个是我觉得是那个内在的调养，当然不是说你立马能见效，但是就是你得长时间的保持下去。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心情好，真的就是你如果说压力很大的话，你就会爆痘。对，就是你如果说压力很大，然后你想的东西很多，然后一直持续保持一个紧张的情绪的话，就是皮肤状态也是会不太好。我自己个人感觉，但是当你自己放平心态之后，心情好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美美哒，所以你自己也是美美的。对，好了，说的一本正经，然后其实有没有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是感觉有效。然后第二个手舞课，好了，就是手舞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在跳手上的舞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能发觉，就是其实我是有一点点的困难的，因为手指的问题。就你看，就我手指，它可能，就是我如果说要保持平的话，它其实反而我会更吃力。但是其实这样的话，你在跳各种手部的舞蹈动作的时候，其实会是更美观、更好看。但是如果说出来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感觉有点崎岖。好了，我就教你们4拍的一个动作，好不好？你们就跟着一起学。第一个动作就是你要很帅气的，就是拿到嘴边，就像拍照一样，你要很快，对，然后合在一块。2，张开。看啊，就是你1到2之间，你要尽量保持你手上的框架，就是不能说我1在这，然后2的时候突然变了一个形状还是什么，不行，就是它是1是这样的一个框架，2你就只是手打开，就是手打开。好，3的时候手握拳头，很简单，就只是手指放下来3，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一个比较难的大4。大4的时候你要抖2下肩膀，大4，所以就是合在一起，就是1、2、3大4。但是你们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反差做出来，就是前面的时候一定要很帅气，然后再突然，就是要让别人就是吃惊。学到了吗？就是以后你们撒娇可以这样子，就是给家人、朋友或者男朋友撒娇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来，今天我教你4个拍子的动作，让他跟你一起学。”好了，第3个口条课，就是我也是刚刚问，然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口条，就是其实我也挺惊讶，就是大家会觉得我说话就是比较还挺有逻辑的，但是我自己感觉其实我自己的一个小的方法吧，算是就是我在说话之前，就打个比方，今天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得轮流上台说一句话一段话，那我可能就会在我上台之前，然后当下在脑海里面整理一下当天的一些感受跟一些情绪，然后总结起来，然后在当下发言。对，就是我会有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不要背。就是你如果说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已经提前把所有的你要说的方式像作文、小作文一样把它准备好的话，你当下就真的感觉不像在说话，你像在念书。就是你得就是理一个框架一个思路吧，就你自己知道你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就行，然后你就当下根据你的感受，然后根据你的环境，
然后自由的去说你要说的那一段话，然后那一段话说出来才是真实的，因为你真实的在说，对，然后别人才会感受到你想说的东西。对，学到了吗？我不管，你们学到了。好，就是第一个就是刚刚我再画一下重点嘛，肌肤美白保养课。重点一，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重点二，保持良好的心情。手舞课，好像没什么重点，但是就是教你们怎么撒娇了的一个方式。然后第三个口条课，重点一就是理好你的逻辑思路和框架。然后重点二，不要死记硬背，当下真实感受，真实发挥。对，可以吗？你们有学到吗？这个课堂还满意吗？虽然说有点仓促，敲黑板。你们是不是想要给我这个表情？看得到吗？贴在这。好了，那我们往下走好不好？我们下一个环节，下面还有很多好玩的，我感觉。下面的一个环节就是跳动作猜歌曲，就是我会需要就是比划动作，然后让你们猜。就是如果全部你们都猜对的话，那就是会有挑战成功的奖励。然后这个奖励呢，就是我之后会有惊喜，准备好了之后再给大家公布。然后挑战失败的话，然后我就会给你们录一段正能量的语录，好不好？那在这个比划动作之前，我先把这个黑板撤掉吧。谢谢。第一首歌，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就是送分题，我就只做上半身。你们可以跟着一起唱，虽然我没在唱。哦，你都猜对了。原来也有很多人听过这首歌，不错不错。第二个，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送分题耶。好了，大家都猜对了，怎么办？你们都太厉害了，这个会不会比预想中的，然后早结束太多？那第三首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们来说比较难。我慢一点点啊，我觉得这个对你们来说可能会比较难。没猜对哦。我看到刚刚其实有一个人猜那个歌手的歌名是猜对了的，我看到答案了。
有一个人猜对了。我再重复一遍啊，6、7，走。为什么会觉得是狼少年？这个跟狼少年不一样。我看到那个答案了，但是还是只有一个人猜对。我觉得这样子吧，这个我就站起来，然后比划，这样可能你们更加容易猜对。我慢一点啊，你们仔细看啊。6、7，走。你们猜到？你们有猜到吗？好啦，有人猜到了。好了，他其实是 criminal， 就是泰明的一首歌叫 criminal， 就这首歌很好听，你们可以去看。是不是怀疑自己了？居然了解的不够深入，不行。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然后下一个，哎呀，这个真的就是送分题。我先不站起来，因为我觉得我站起来，我只要做第一个动作，你们马上就能知道是哪一个。我从，或者说，我就唱第一个字，嘿。我这根本就不用做，你们都已经猜到了，这只是第一个字。好了，就是黑曼巴了。本来其实还想站起来，就是给你们猜副歌的第一个动作来着，但是我觉得那个太简单了。但没想到我唱第一个字你们也知道了，就证明说我唱歌其实唱的也还行。好了，下一个，这个我得站起来，但这个我感觉其实你们也很快能猜到。都已经猜到了耶。好了，是不是对你们来说都是送分题？
那你们就都猜对了啦，你们都挑战成功，然后你们可以获得挑战成功的奖励。这是什么奖励？那就是一个秘密，就是这个惊喜之后再给大家。先不告诉你们。那接下来是那个，或者我们先不往下，就是这个时候再来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可能需要小助手上线，然后帮我再选一个人啦。我问一个问题，然后你们回答哦，回答正确跟刚刚一样，就是你们可以就是获得一个奖励。好，直播小助手上线，对。好，就是刚刚第一个问题，你们刚刚都知道吧？应该没有中途进来的人。那我继续往下问，就是刚刚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其实带了2条链子，那现在为什么只剩下1条了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你们来说有点难，你们能回答吗？请打开你们的脑洞。那小俊的链子为什么只剩下1条了呢？对，粉丝可以在公屏上打出自己认为的答案。我先就是给一点点提示，就是就是彩排中途怎么样了？就是我自己在顺舞蹈动作，然后中途怎么样了？好了，然后也是一样，就是我得先把答案说了，然后你就选一个答案哦。好，答案就是我自己在顺舞蹈动作的时候，就是在顺 How Long 的时候，没跳够1分钟，然后就不小心把它给扯断了。3、2、1。好，我这边已经频频截取到1位幸运的粉丝啦。然后所有的中奖名单和刚刚小俊的自拍，我们明天都会发在 YY 动态里，大家一定要记得回来哦。好，那小助手下线。大家都听到了吧？同上。好，就是一个小插曲啦，其实这是今天的一个。就之前我们其实上舞台的时候，也会在服饰上面也有很多挂饰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每次就是跳着跳着，然后他就各种掉，然后服装老师就是我们跳完1轮就上来，赶紧马上缝，赶紧补。好，下一个环节就是粉丝心愿大放送，是不是就是给你们就是三个选项，然后让你们选一个来着？我记得。应该是里面就是一个，就是投的最高的那个，对，所以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那个异兽。那音乐得稍微大声一点。Over there, I swear I saw them cameras flash. Handprints and footprints on my
跳完了，又有点喘了。就这首歌，算是我自己的编舞里面，然后，风格差别比较大的一首吧。当时算是一个小的挑战，对。因为就是之前其实我编的更多的作品就是偏向抒情类比较多，然后当时就听到这首歌，就是就是要不要来尝试一些比较不一样风格的舞蹈，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这个。为什么没有撩头发？因为不想撩。就是因为现在就是难得就是那么久没见到大家，所以就是可以尽量多跟大家玩一玩啊，聊一聊天什么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唱歌啊、跳舞的，其实什么大家其实也看的也挺多，然后但是很少有这样比较轻松的聊天的氛围，所以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小的表演，然后跟大家多聊一聊、玩一玩。你说对不对？对。好了，缓过来了。你们不好奇吗？就是有什么问题，就是一直都想问我，然后一直都没问到。真的好快啊！我有点看不见，就是我感觉我在就是练什么超能力，就是一目十行的那种。摩尔庄园我没在玩，我当时就玩了5分钟，然后就是新手教程太多了，然后我就卸了。好朋友吗？有啊，就是还是有跟他们就是有在联系，然后也有一起出去玩啊、吃饭啊什么的，对。王者，我竟然在练诸葛亮，我的武林仙君，我要成为那个武林仙君本君。新舞蹈有啊，肯定就是有在做。想看我的现场，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就是马上能有现场，就是给大家表演的机会。理想型，我记得之前我就说过啊，就是就是不管是朋友还是什么，其实我会喜欢跟就是有意思、有趣，然后开朗、活泼的人，就是待在一块。就这样的话，就是感觉就是生活都充满了正能量，是不是？好了，那我就先往下吧。表情包快问快答，就是我会有出现那个快问快答的问题，然后我要回答的同时，要模仿那个表情包回答。你们肯定待会要疯狂截屏，我要往后退。好，第一个。第一个，我最喜欢吃什么？我最喜欢吃冰淇淋。我最喜欢吃冰淇淋。我觉得 Wink 对我来说是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你被困在孤岛，只能带3样东西，你会带什么？
我现在我不带3样东西，我想带3个人。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是你，第三个是写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你要把我困在那个孤岛里面的话，那我就把你们都带上。第三个，最害怕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们都知道答案啊。我最害怕什么？我最害怕的是鬼。下一个，现在最想做的事，我现在最想吃冰淇淋。对，3个词形容自己：热血、冷静，还有浪漫。热血、冷静、浪漫。一共给多少首歌编过舞？有几十首吧。下一个问题，你现在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是当下。选择桃子还是苹果？选择苹果。选择甜粽子还是咸粽子？甜粽子。爱不爱小蝴蝶？爱。我怎么感觉那个爱听上去像唉声叹气的爱，就单单念一个字好像有点怪怪的。好了，是不是挑战结束？好，我可以回到正常的距离。好了，你们是不是疯狂截屏了？让我来看，就是不好看的，你们一定要帮我手动删掉哦，我会审哦。所以你们最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在这个群里应该发不了表情包吧？就是其实我自己用的最常用的表情包是一个小孩子，然后他走着走着，然后倒在地上的那个，就是就是每当我觉得累了的时候，我就会发那个表情包，倒在地上。刘小兔，刘小兔有什么表情包吗？这还好吧，你们太夸张了。就是我一直就是要低调一点。好了，我们往下聊，你们不要再留小兔，不然可能这个直播你们到最后得到的就是留小兔而已。你们赶紧跟我聊别的。最近忙不忙？挺忙的吧，就是一直有在以各种不一样的东西充实自己，就是有活动呀、工作呀，准备自己的东西，上课。然后有的时候有闲下来的时间的时候，我可能会喜欢看电影啊、电视剧。然后我近来也在看那个《桃花坞》，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就在里面就是有挺多正能量的，就还挺喜欢那样的一个群居的感觉。多吃点，我有很努力的在多吃了，其实。应该也有看到，就是我已经有在变胖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努力了。欧是什么意思？
我在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敲黑板，你们赶紧问其他的同学。在看什么电影？我进来又二刷了那个，算二刷吗？就是那个《La La Land》爱乐之城，就是它这个电影。其实我之前一开始看的时候是在就是航班在飞机上看，然后当时因为就是我是那种属于在交通工具上就是肯定会睡着的人，就不管是在车、火车、飞机。除了船，就是船我会晕船。然后我在飞机上就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刚看了前面可能不到10分钟我就睡着了。我当时觉得，这个电影可能太文艺了，是我不够文艺。然后但是之后就沉下心来，然后有一天就重新去看了一遍，就很喜欢。然后就是进来又再刷了一遍吧。就很喜欢里面的氛围，包括它的色调什么的，就是我很喜欢的那个浪漫的颜色。想去哪玩？我想去很多地方玩，但是我肯定不会告诉你们，因为我要去玩的话，我就是那种突然消失的。如果告诉你们，我就消失不了了。想不想吃肉骨茶？当然想呀，就是一直想回马来西亚，但是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在北京有没有就是特别地道的马来西亚餐？我也目前还没有发觉。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告诉我，然后我可以去尝一尝。最近在听什么歌？我听很多歌，就进来可能会听很多比较放松的音乐吧。就我是那种比较极端的人，就是有的时候就会听那种特别放松，就可能像 Lovely 或者是 Six Feet Under， 就是这样的，就是比较沉、比较慢、比较安静的歌。然后不然就是听，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听起来就比较兴奋，然后会比较开心的歌，像可能进来会听偏向于之前就是我在 EM 的时候听的很多歌，像当时上课的 Night with You， 然后 Don't Leave 这一些歌。说好的新作品就是有的，就是不要着急，已经在准备了。好吧，我们往下一个环节，舞蹈教科书，就是我需要跳一首歌，然后就是会进行变速，然后我需要不出错的表演出来。我感觉我好像一直在跳舞。来吧。모두 할 말을 잃지 like you 4차원 이상의 기적의 뷰 달콤이 찍어
빛이 for you 보이기 시작한 음의 색도 예민해진 걸 느껴 뚜렷한 색감과 여섯 번째 감각 두 마리 달라 형 같지 않도 좋아 더 민감히 굳어 더는 숨기지 말아줘 너무 아름다운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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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너무 아름다운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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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다 보여줘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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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너무 아름다운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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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너무 아름다운 너무 아름다운 대답해줘 더 보여줘 down 더 보여줘 너무 아름다운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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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好的，今天是什么？刘俊编舞作品回顾专场。这个是第一首，就是给大家编的一个比较基础的舞蹈吧。然后其实一直都还挺想做，就是这样比较基础的舞蹈，就是大家比较好学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所以刚刚的 view 怎么样呢？我看到有人说笨手笨脚，是说我笨手笨脚吗？所以你们都有上过舞蹈课吗 ？dance 课？就是你们可以先从就是比较基础的舞蹈开始学。就我觉得跳舞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吧，就是，它会帮助你去打开自己，然后让自己变得更自信，然后会更有魅力，真的。就是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打比方，像一般你在工作还是在学习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可能比较烦心的事情还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像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排解的一个方式。然后我自己个人其实就很推荐跳舞，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从小然后跳舞跳到大，就是跳舞有一件好处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沉浸在音乐里面，就是尽情的释放自己，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好。对，然后就是你跳多了，然后之后你自己就会慢慢的变得更有自信，然后其实以后就不管在遇到什么问题还是什么的时候，你都能够更加坚定的去面对。其实像这一段时间，其实我自己也有不一样的收获吧，因为其实像我以前可能就是专注于在舞蹈上，然后其实在舞蹈的表达上面，其实我已经做到一定程度了。然后其实我当时就心想，我想要做的更多。那我就在想，我可能除了舞蹈以外，可能像声音、像表情、情绪，我也想要都达到这样的一个表演方式，这个才是我真正想给大家带来的表演。然后当时我就中途然后就是也有了唱跳的经历，然后当时就学到了，就是你在唱上面你要表达你所想表达的东西，在跳上面做到你所想表达的东西，再合在一块，它其实真的不简单。对，但是就是会觉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遇到再难的时候，其实我有的时候当然也会觉得有点挫败，有点挫折，肯定是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就是会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吧，就是会觉得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历练，就是我可能
跨过它了，我克服它了，那之后我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样子，那就会觉得，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你要想，其实你正在前进，对。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跑得累了还是什么的时候，就真的停下脚步，然后仔细的看一看吧。就像，其实我之前很喜欢一部电影，就是那个《时空恋旅人》，就是我特别喜欢它里面的那个能力，就是他可以任意的回到他以前的那一个时间。就打个比方，就是我今天过了今天这一天，那我重新再过一天，那我可以再重新感受一下当天我可能错过了很多我值得去抓住的一些事情。对，就像可能你看啊，打个比方，像现在我跟大家在聊天嘛，但今天可能大家都很匆忙，因为其实有规定的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是很多时候想说什么话或者想聊的，就是当下，因为时间太赶了，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说出来还是什么的。但是当你今天过了这一天，哎，我有那个能力，我又回到前一天，然后你会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有空闲的时间，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其实反而能够更加留意到更多的东西。就是像现在，可能这2个小时里面，我可能可以做更多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再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对，你们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人，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可能你们对生活也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吧。因为其实我以前真的是那一种，我说了什么东西，然后我接到什么样的东西，我就必须马上去完成所有的功课、作业什么的。不然我就会一刻也闲不住，就是我如果休息下来的话，就是我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休息，就是我可能会这样去谴责自己。对，然后但是说实话，就是你逼自己逼到一定程度时候，你确实跑得很快了，但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一首歌一样吧，就是你跑得那么快了，但是你又得到了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就像生活可能像一个电影，还是像一本书，就是每个人都在为了期待结局的到来，然后一直在往下翻每一页，再往下看，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千万不要摁快进键，因为你只要快进了，你就没办法倒退回来了。然后我自己本身其实是一个很爱散步的人，就是我会觉得散步这个东西很舒服吧，就是它抛开了现在所有现在社会现实世界所有科技给到的东西，我当时就有一个体会，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因为科技的发达，然后反而忘了我们之间的相遇是有多么的珍贵，是有多么的困难。就是你们往回想一想，如果说以前没有车，可能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现在直播这个功能，那如果我要见到你，你要见到我，我可能需要走多远多长的路，我们才可能见到彼此，见到对方。但是现在我们好快好容易，我们就能见到对方，然后珍惜着彼此，然后但是反而我们可能忘了去珍惜对方。对，这就是我当时散步，就是一个人自己在走着的时候，然后的一个体会吧。对，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get 到。对，就是我觉得就每个人可能都需要一个去放松自己的方式，不管是什么样。好了，我也开始在出汗了，跳了那么多舞，我终于出汗了，这是最慢的一次。我是一个很容易出汗的人，就是之前每次彩排，就他们都会盯着刘俊，每一个服装老师、化妆老师都会盯着刘俊。好了，他的这个开关要开始了，就把纸巾贴上，
就我每跳完一次，就是我只要那个汗水的开关一开始，它就停不下来。好了，希望就是这一些能够给你们带来正能量吧。千与千寻是因为这个音乐是千与千寻吗？大家一直在提千与千寻，这个电影也很好。好了，不要悲伤，来，我往下聊。现在9点半，我们剩下20多分钟，然后我的第一场直播就要结束了，你们可都是在场见证了我第一次直播的朋友们。这是什么口条课？对，时间确实都过得很快，但是就是时间虽然过得快吧，但是你有2种快，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有一种快是你回想回去会觉得自己好像一天什么都没做，就不知道为什么时间过得那么快。但是有一种就是时间过得好快，但你回想一回去就是觉得自己做了好多事情，然后好幸福。对，我也希望时间能够慢一点，但是吧，就是人就是不知足，就是你如果让它慢一点了，你还会觉得就是不够慢，再慢一点吧。好吧，我们往下一个环节，下一个是才艺表演，就是对，它还是才艺表演，就是但是同时真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才艺表演了，然后也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支舞。希望你们会喜欢吧。素杯勾勒出情话，笔锋浓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只字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际在等你，而我在等你。岁月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遍地树根里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际在等你，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尘世的镜花，自自顾自美丽，你眼的笑意。
我在擦汗，稍等一下。我都有在看哦，我都看得见哦。好了，这是刚刚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我编的第一首中文歌《青花瓷》。就是说实话，刚刚在跳的时候，就一瞬间感觉上回到了好几年前。就是时间不一样了，然后身边的人事物也都不一样了，但我还在跳着那个同样一首歌。就有的时候就是在做这些作品，其实有的时候再倒回去看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庆幸吧。就跟其实有的时候你现在在听一些以前的歌，以前小时候听的歌，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听，你会回想起以前那一段时间的那段回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对。但现在就是通过自己的舞蹈也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觉得棒棒的。就希望有一天可能你们看到我的舞蹈，然后也会回想到可能当那一天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看到的这样一个舞蹈。好了，接下来就是你们好像有对我想要对我说的话，然后我要把它念出来。就是收到了信，这第一封，那我就念喽，你们要仔细听，先沉静下来。你好啊，刘俊，你最近都有吃饱喝足吗？过得还好吗？真的好想你，我真的是写了又写，删了又删，实在不知道要写什么，因为我太多东西想说了，但是不想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我来啦，哈哈。实不相瞒，我一向来都对舞蹈没什么兴趣，基本上都不会看任何和舞蹈有关的视频，直到你的出现。在出舞台的时候，在出舞台的你闪闪发光，在等着自己出场。在地板上的大铃铛也很可爱，在记者采访时坐在那的冷酷的表情，你还真的是一个人形种草机。你的每个发色，每一件穿搭都绝了。你的笑容也真的非常感染人，如果你看到这了，可以笑一笑吗？很后悔没早点认识你，但是我很感谢你，因为你的出现让我这个本来就没什么颜色的世界多了很多颜色，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未来的走向。很感谢你没放弃，我也会永远支持你的。以后千万不要再自己一个人扛下所有事情了好吗？你真的不需要那么坚强的，我们小蝴蝶们永远会支持你的。我也有在努力的去见你，所以等等我吧，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和荧幕上的男孩见面的。你在舞台上发光，我在人海中为你点灯，流光溢彩，与君同在。来自马来西亚的小蝴蝶，
丽轩上，谢谢你。就是其实就是我会觉得想要走这一趟，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家能看到的其实一直都只有我的舞蹈，对。然后但是就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吧，如果说就感觉上自己的表演不能再说话了一样，就永远只能跳舞，然后只能透过肢体语言。如果说我做不了这件事情了，不能做这一件事情了，可能就再也没有人喜欢我了一样。所以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其实就是有的其实会不太爱夸我跳舞跳得好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在准备所有的舞台之后，然后再表演完，然后可能很多人或者很多老师给的反馈就是你跳舞真的跳得好好，然后就是怎么样，然后但是就从头到尾，然后之后被看见的也只有舞蹈，就当下就会觉得还挺失落的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舞蹈这件事情我已经跳了10多年了，就是如果说我还只停留在一个跳舞跳得很好的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觉得很可惜吧。但是谢谢你，就是你对舞蹈也没什么兴趣，然后但是还能在我身上获得正能量，谢谢。第2封信，好长哦，有2张纸。我寻思了一个下午，到底要对你说些什么，想了好久都没有头绪要怎么开始。那些一遍又一遍感谢和表白的话说过太多次了，当然你看不见，哈哈哈哈。我确实看不见，我就说说我是怎么知道你的吧。第一次看见你跳舞是在2018年某个午后，当时我无所事事，打开电视，无意间看了在日播中的街舞节目，发现了一个很可爱的小男生，你跳的 See You Again 把我看哭了。你的舞蹈肢体传达出来的信息触动到情绪有点低落的我，就在你翻身做地板动作的瞬间，我不确定叫什么动作，反正你在地板滚了一圈。我的泪止不住了，一个人傻呆呆的在电视前看舞蹈给看哭了，我的情绪久久无法平复。说起来我还真没试过看舞蹈看哭，当时真的很感触，现在想起来情绪还是很清晰。再后来我偶尔会在油管刷你的新视频，看着你一点一点的变化，当时还不知道你有粉丝团，默默的在油管上支持你，然后今年知道你有参赛，就带着好奇心来看你了，这才慢慢的了解到你的初舞台是我无法形容的震撼，当时看得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就算是现在看了那么多遍都还是会看哭。你所表达的信息，你的温柔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力量，你怎么会那么好那么善良。我是后期正式加入小蝴蝶大家庭，我觉得你值得你该拥有的，而且你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力量，我想好好陪你一起走下去。再说说你吸引我的一点，我很敬佩你的目标清晰，在别人都还在懵懵懂懂的年纪，你就极度努力且热爱生活，朝梦想慢慢靠近。很多人就是因为小时候不懂事，没有坚持下去而丢掉了梦想，但你却坚持下来了，所以我真的要夸夸你啦。再先给自己鼓掌。当中的辛苦和怎么样咬牙坚持过来，我没办法身同感受，但我知道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想摸摸你的头，和你说声辛苦了。我无法隔着屏幕和你表达我是有多么庆幸遇见了你，但希望有一天可以和你见上一面。现在每每想起都觉得好后悔，这么一个宝藏男孩，我今年才真正的了解到，错过了好多好多的你。刘俊，我们已经打勾勾约定好要一起长大的呀，一起走花路，冲呀！风来了。
凯妮比于2021年6月18日，谢谢你。就是说到梦想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体会，就是其实很长，很多人问我，就是你最终的目标，你的梦想是什么一个地方，它到底是在哪，它到底是什么，就总想让我就是很清晰的把它表达出来。因为刚刚凯妮有提到我的目标很明确，但是说实话，我很努力的在走，然后也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一直在指引我去往一个方向，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一直都在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吧。对，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所有的目标吧，你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把它都想得那么的明白，但是你知道你在根据自己心里的声音在通往的是什么方向，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很浪漫的一个旅程。对，所以我一直在遵循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在走，就是带着那个感觉。对就是好，我不哭就是希望你们也可以就是找到自己心中的那个声音，然后跟着那个感觉去寻找你们心中所向往的那个地方。就是它不一定已经是一个答案，但是可以交给时间，然后慢慢的去把它填上所有的色彩。你们觉得呢？就是就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其实蛮常会有迷茫的时候的，但是我会觉得不一定是不好的吧，就是你在迷茫的时候你才会仔细的去思考，但是你只要懂得在悲伤中去治愈自己，去疗愈自己，那为什么不能悲伤呢？是不是？就是以前的我可能会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是完美的，就是我就不能有这样的情绪，不能有这样的习惯，这样我可能就会觉得我自己不完美了。但是之后就会觉得就是挺好的，有血有肉有泪，就会很精彩啊，是不是？所以就现在可能会更加的去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还有更加勇于的面对自己吧。对，以前可能真的是不允许自己休息，但是现在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不能休息呢？有的时候想休息了就休息呗，想吃冰淇淋了就吃冰淇淋呗就是为什么不能吃呢？推荐什么奶茶？其实我自己其实还挺爱喝奶绿的，抹香奶绿。然后冰淇淋，其实我今天吃了那个杨枝甘露、奥利奥、麦旋风。就是我也发觉，就是自己就是还挺爱吃各种不一样口味的冰淇淋。就是他每当出一个不同口味的麦旋风，我就会想试一遍，就感觉像在收集什么一样。
最近在看什么书？就是我当时其实有带了好几本书，不是，然后但是就是因为之后就太忙了，我就当时看的那一本杀死一只知更鸟，就只是看到了一半，然后现在就在往下看吧。我最喜欢巧克力口味的，其实不管任何的甜品，就是不管选什么甜品的时候，第一个考虑优先选择就永远是巧克力，就是莫名的会有种安心的感觉，就是我选巧克力绝对不会踩雷。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选一些别的口味什么的，就是它可能不太好吃这样子，但是选巧克力，就是它永远都不会难吃，就感觉就会莫名的安心。Milo 是马来西亚就是从小喝到大的一个饮料，就是有点像阿华田，我也很爱喝，就从小喝到大，所以导致我就是，其实我以前也不是以前，就是我到现在其实都不怎么喝咖啡，因为我从小长大，然后就是我永远都是喝那个阿华田，就是美露，然后爸妈就喝咖啡。就我会潜意识的觉得咖啡是大人喝的东西，就如果有一天我喝它了，我就变成大人了。所以我一直都没怎么喝咖啡，但是现在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你可能就是需要坚持下去，就是精神需要坚持下去，不然你会睡着，那可能才会喝。对。我觉得是不是小孩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心态活得像小孩，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记得那一天看那个《桃花坞》的时候，就有提到那个钝感力的事情。我觉得那也挺好的，钝感这个东西就是敏感的反义词。就是有的时候生活活得太敏感了，其实真的很累很累。就是在意太多太多的细节，在意太多的小事情，会让自己过得很累。但是如果你有一定的钝感力，就活得像小孩子一样，就是什么事情没关系啊，就是很容易就满足，然后每一天都活得快快乐乐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心态就是很幸福，然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想唱就唱，要唱的大声响亮。然后其实我不是说有在准备新的作品，我可以小小的做就是几个手上的动作，然后可以让你们就是预告一下。但是我觉得你们肯定猜不出来那一首歌，因为反正我觉得你们肯定猜不出来那一首歌。但是这首歌很好听，这几个手上动作。结束。就你们就猜一猜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吧。但是当天就是这个作品就真的是拍了一整天。当时在户外有一个场景，我得站在那个草丛里，然后一动不动的，可能站了10到20分钟，为了完成那一个镜头。但是到了傍晚，就是草丛里面最多的就是虫子，我当时觉得我的脸的周围就是飞着成千上万的蚊子，我还得考验自己的定力。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听不到，我什么都感受不到，然后他就在我脸上叮了好几个包。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会回想起，就是比起说作品虽然很重要，就是最后完成了那当然是很好，但是中途过程中发生的这些小事情，其实可能反而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就是倒回去回想起来会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了。我希望到我很多年以后老了，就是我最不想得的就是那个痴呆，就是如果说有一天我慢慢的忘去了那么多这一些值得开心然后幸福的事情，就是会很难过。所以就是现在其实我在做任何的事情，相比起以前，然后现在真的是会当下的去感受很多一些就是之前可能没感受到的东西吧。就好像今天我觉得其实就是你们都在这，那么多人在这，然后但是有的时候我在问什么问题还是什么的时候，你们之间互相彼此都有那个默契，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挺奇妙的。你说它存在吗？但是它抓不住。但是不存在吗？但是它又存在。它存在在我们所有人的脑海里面。哈哈。好吧。就是今天呢，也陪大家聊了很多，然后也给大家表演了很多的节目。只是希望你们今天是开心的，是幸福的，然后今天就是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觉得待会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结束之后在回家的路上，然后抬头看一看今天的天空，今天的夜晚会是什么样的。你们也一定要看哦，就算它不是满天星星，但也会觉得它有它的美好，它有它的特别，就算都是雾不知道每一个晚上都不一样。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说再见了。好，那就要说最后一句结束语，在结束之前就是直播宠粉一起嗨，爱豆周五在 YY， 每周五晚上来 YY 见你的爱豆，然后期待下一位爱豆看你的喽。